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6年2月10號星期二。因為上一次請的水電師傅他們來接管，結果發現它還是在滴水，然後看了一下它的烤管，我這個做的實在有夠兩光的。然後檢查的時候又發現這一個地方長期也在滴水。目前我們也找不到比較好的師傅了，所以我打算今天自己來做維修。現況先給大家看一下，那接下來我就先換管吧。那要換管之前，我們先把进水的地方先關掉。這邊一個先關掉，然後這邊一個關掉。那我們的馬達已經有關電了，所以我們直接從這邊有一個泄壓孔，那我們直接從這邊泄压。泄压後，我會先將電熱水器的冷水閥關掉。那我們這邊先把熱水器的冷水管進水孔關掉，避免污水等一下流進去。然後把馬達的開關關掉。稍微看了一下，可能要從這邊切掉，然後把管子烤掉，然後從這邊接吧。那我們這邊管子已經烤下來了，在這邊。那我們這邊來做個處理，因為這邊是有粘過的。所以我們用砂紙打磨一下，那我是拿这一種細的砂紙就可以了。那接下來我們進行打磨，那我們這邊要打磨到可以看見這個水管的顏色，所以我這邊還要繼續磨到整個水管的顏色出來，要不然這個膠上去一定吃不住的啦。大致上磨成這樣子。那我們這邊也接上去了，有接到畫線的地方，這樣應該就可以了。接下來這邊都要等它乾燥至少20分鐘。那我們先來接那一邊，那一邊也要換掉，因為那邊也在滴了。那我這邊都已經接好了，不過這邊在接的時候出了一個問題，所以我這邊全部拆掉重接了。然後最後烤管的時候，這邊變形了。不曉得速度太慢還是怎麼樣，壓進去的話就變形了。那我也不敢再烤了啦，怕又會退膠什麼的。反正等一下試水，那沒有問題就可以了。因為這個是我姐姐家，所以沒關係。反正到時候會漏，我這邊就全部重做就好了。今天就這樣子先試試看，因為也不可能讓他們一整天沒有水用嘛，所以我這邊就先接上去了。那我這邊也接好了。那接下來要等膠乾，至少要10分鐘。那我的習慣是等半個小時，那就等半個小時以後，我們來試水。終於接了第3次，終於沒有再漏了啊！這個不是 OK， 看一下。那我們現在試水完了，那因為我們接完管以後，裡面會有膠水或者是一些雜物，所以我會先去所有的樓層開水排污，排完以後，我們這邊再等10分鐘，看會不會漏。那如果不會漏，就 OK 了。那等3個月以後，我再來做一次檢查，看還會不會有漏的問題。那有的話，可能就整組管子要換掉了。我在這邊已經觀察大概10分鐘了，都是乾的啊，這邊也是乾的啊，這邊也是。這邊也是乾的，都沒有再滴水了。OK， 最後我們就是把環境清一清，然後垃圾帶回家。反正就是不管做誰的案子都一樣啊，把別人的工作當成自己家的，盡量做好，這樣就對了。那馬達這邊我也都鎖好了，最後把防曬蓋裝回去，那這邊的工作就全部完成了。最後排完污以後，要記得把熱水器的水閥打開，這樣就可以了。在排污的時候，已經有把馬達的開關打開了。這一次的接管工作還好完成了，因為我本身也不是學水電的。那這一次會做這個工作，就是因為我們都找不到可以信任的水電師傅。那之前叫的那一個，實際上我們也覺得他做的不是很好，所以這一次我才會嘗試接下來自己做看看。要做這個工作之前，因為我沒有實務的經驗，所以我去回收廠買了一些報備的管子。這個本來是好的，這個是我練習的時候用的，我練了大概快2個星期吧。我每天就是烤管，然後擴管，練習接管，也上網觀看一些水電專業的 YouTube 頻道，大概是這樣子。那我用這些剩餘的材料來分享我這一次遇到的工作情況需要具有的一個技能。那我就用這幾個管子來分享給各位參考。那我們就把這邊當成是牆壁好了。
那這個是牆壁的管子，然後建議你一定要戴這種棉的手套，最好是準備一個濕的布。這樣子烤管完以後，我們可以馬上將它進行冷卻。我這邊先把這一塊布弄濕。烤管有一個小技巧，就是火不要太大，然後距離管子的部分大概2到3公分就好，不可以太遠。那我們這邊要直接這樣子接上去嘛，那接下來我們先進行烤管，那火盡量這樣子就好，就不要太大。像這種比較厚的管子，大概需要烤30秒左右。這個管子比較短，不太好用，然後就是一直旋轉，然後稍微按一下，感覺已經有一點開始變軟了，因為它要將熱量慢慢的傳到裡面嘛。因為我這個管子比較短，我只能烤到這樣子的距離。你自己再烤的話，可以稍微烤長一點，轉的不太好，已經有一點變焦了。OK， 這樣子變軟以後，我們可以先在這邊稍微進行一個雛形。那我們這邊有一個小技巧，就是瞬間，然後我們手稍微按壓一下。然後稍微旋轉一下 ，OK。然後我的習慣會先在這邊稍微定一下型，這樣子。然後將膠水準備好，然後這邊稍微定型以後拔出來，它就有一個輪廓嘛。那接下來我們再烤，等它整個都變得很軟，可以讓它再軟一點沒關係。OK， 那這時候我們速度就要快一點，均勻一下，然後上膠，然後接下來按住，直接把它轉進去，這樣子，然後直接壓進去，然後調整一下，讓它管子稍微平均一下，然後這時候我們可以馬上降溫，然後這邊要按住，大概按個10秒到15秒左右。盡量把它按住，不會退管，這樣就可以了。烤起來的效果就像這樣子。那我們推進去的這個距離大概要在4公分左右，4公分是最好的距離，剛好跟這種轉接管深度差不多哦。那我們接上去就是這個距離，短的管子比較不好接，所以我這邊接的不是很漂亮。比較厲害的師傅他們接起來就是這種寬度都是一樣的哦。因為我這邊沒有長的管子啊，所以我最後在塞的時候比較不好去調整它的厚度。那第二個技巧就是，比如說我們管子接好了，然後有發生失誤或者是什麼的，需要退管。那退管一樣，比如說我這個是在牆壁裡面已經接好的，那接下來我們要把它退出來。這時候我們要準備一把刀子，最好有一個1字的起子頭，然後一個老虎鉗。接下來我們要退管，這時候烤管我們的溫度也不可以太高哦，因為你溫度太高的話，我們會連同不要烤的地方一起燒焦。那我們一樣就是這樣子烤，就一樣繞圈，然後距離不要太遠。感覺有一點變軟了，我們在這邊劃一刀 ，OK， 然後繼續烤，然後我們就可以觀察這個開口。但是你烤火的話要平均哦，就是全部這邊的管子都要烤。摸一下外面這邊都軟了，然後接下來我們再輕輕的劃一下，這時候拿老虎鉗從劃過的這個地方把它拉開 ，OK， 哦這樣子。然後這時候你如果覺得不好拉的時候，不要急，我們再把它重新這邊加強一下，代表我們這邊的火沒有烤得很均勻，然後再退，這邊可以退了。這邊退不下來的話，我們就停，然後一樣繼續烤。接下來一樣繼續把它撕起來。這樣就退管完成了。接下來我們要稍微將原先的管子稍微烤一下，讓它恢復一個圓形。看一下哪邊比較不圓的，加強一下，這樣就可以了。等它冷卻，退完管就是這樣子。那記得你如果要重新再接管的話，我個人是會再進行打磨，就是拿這種細的砂紙，然後打磨，這樣子把它原先的部分再稍微磨一下。這個如果是在牆壁的話，你可能比較不好磨啊，你这個你就要多花一點時間下去磨。磨完以後再重新烤一個管，然後再把它接上去就好了。這個我之前在練習的話，我就會烤得比較長一點，所以接起來它的長度可以到6公分左右。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管子在裡面的。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剩餘的這一段把它切斷。那我這邊沒有比較大的切管機，所以我都是用鋸子。我們把這邊切斷。
烤管的話，我們如果從外面烤的話，要烤到裡面這一個變軟，要花很多時間，而且外面這一個烤完以後很容易變成這樣子。另外一種方法就是，我們可以直接拿一個差不多大的鐵管，因為我這邊沒有那個鐵管，我大概講解一下就好。假設這個是鐵管好了，那我們就是把鐵管烤到溫度高一點，然後進去，然後稍微把它搖一下，搖到它這個變軟。然後我們再插進去，然後把它撬開一點點，然後拿老虎鉗直接把它轉下來，這樣就可以了。因為這邊我沒有那個鐵管，所以我直接用這樣子烤。因為這個不要了嘛，我直接用這樣子烤示範給大家看。那因為這個要烤很久啦，所以我就稍微往裡面烤一下。我這邊是為了速度比較快，我才這樣子做。你如果要保留的話，你就真的要花時間慢慢烤，把它整個變軟。有了，變軟了。接下來我們可以嘗試用看，這樣子。挖進去 ，OK， 然後直接拿老虎鉗轉下來，這樣子，這樣子就轉下來了。那它原先的管就可以保留得蠻好的，這樣子。雖然有烤焦一點點不過這個應該還能接受。那這樣子原先的管路，我們一樣進行打磨，打磨以後，接下來再接新的管子上去。那當然，如果你的條件可以的話，當然是全部換新的，這樣子接起來的效果會更好。那有時候因為場地或者是現場的施工的問題，沒有辦法這樣子做，所以才需要這些技術。這些技術我個人自己在家裡練習了蠻多天的啦，所以我才去接我姐姐那一家的接管工作。還有另外一個技巧就是好彎管，因為現在這種彎管配件非常多，所以如果可以使用彎管配件的話，那就是使用這個配件。那如果你要用烤管的方式也可以，我們要準備一支筆，因為我這邊已經有破掉了，所以我直接從這邊做記號。比如說我們要在這邊彎管，這一段要直的，那我們在這邊畫一段。彎管90度的話，大概需要126 mm， 所以就是126，就是這個距離我們要彎管。這個距離畫出來以後，我們最好是在這邊畫一條線。這一個我們是要這樣子彎過去的，所以到最後這邊要多烤大概3到5秒。那我這邊先給它截斷，要不然太長了。然後接下來就是烤我們畫的這一個距離，烤到它已經開始慢慢變形了。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在我們畫記號的這邊多烤幾秒鐘這樣子，然後直接這樣子彎過去，大概90度左右。彎過去以後，然後降溫，然後稍微壓一下。接下來等它定型，烤管大概是這樣子啦。那因為這個是舊的管，它的油脂已經快沒了，所以有時候烤得太過的話，它就會變顏色。這個烤管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啦，所以如果你有這種轉接管，你直接用轉接管就可以了，大概是這樣子啊。那我這次要去接管的時候，當然我們會去買材料。我們的水管分自來水管跟電管嘛，但我要去買28 mm 的管子的時候，我是問到第3家，那個老闆才跟我說，如果我們是要用28 mm 的管子，因為規格統一的關係，28 mm 的只有電線導管。他們說，如果是這個規格的，是可以接在自來水管上的，因為以前的規格是28的，那現在的統一規格是25 mm， 所以25 mm 的自來水管是買得到，28 mm 的自來水管是買不到的，所以28 mm 只能用電線導管。他們的意思是說，好像都是可以這樣子用啊。當然，在我們一般人觀念裡面，電線導管就是接電線的嘛，自來水一定要用自來水管嘛，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只不過因為可能是現在規格統一或者是什麼原因之下，這個我就沒有問得很詳細。你如果家裡也是用28 mm 的，那你可能就是跟你的水電師傅詢問一下，是不是這個做法是可以的。因為我不是專門做這個的，所以這個我也不清楚。那反正我問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所以我這次買新的管子也只能夠買到電線導管，因為這次前面那2家是沒有跟我講有這個問題在，所以我才會找到第3家。所以我是認為說，既然你要從事不管是賣五金材料的，賣水管的，或者是水電師傅，
我個人是這樣子覺得啦，你應該要在你的工作領域上精益求精嘛。有時候客人問你問題的話，你至少不要被問倒，至少要有自己的一套觀念，或者是將你學習到的知識大致上跟客人講一下。你不一定要講到他懂他会，但是你不能被他問倒嘛。像我問第一家，我問說，為什麼沒有自來水管？他講不出來啊，他就直接跟我講說，28mm的就是用電線導管就可以了。他只跟我講這樣子。那第二家也是這樣子，到第三家那個老闆就直接跟我講這個原因，就是現在規格統一的問題。這是我這一次的工作學習到的知識。我不曉得全台灣是不是都是這樣子的哦。那這個可能就是看有沒有比較專業的師傅在我的頻道內留言。這個是我查出來的自來水管的規格。這個是電線導管的規格，所以28mm的幾乎都是電線導管。砂紙的部分，我這邊是用80CW 或者是100CW的粗細度就可以了，數字越大越細。那 C 是代表這個紙的厚度， W 就是防水的意思。那我買的是這個規格啦，那你就看你要用什麼規格都可以，不要太粗的，怕會把整個水管磨得太薄。那砂紙我是選這兩種規格下去做使用，我覺得100CW 的就差不多剛剛好，磨起來不會太粗，大概這樣子。那我這一篇管路漏水重新接管維修分享影片就分享到這邊為止。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敬請訂閱和分享，謝謝。